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在上周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美股已经完成了它一整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分别由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最终的唐僧阳线构成。那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已经非常接近前高34712点，并且同时呢，上方出现了4次的等位置波峰。那么根据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呢，在这轮行情当中，美股非常容易出现一个新的高点，从而继续美股的牛市行情。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呢，我们看到比特币也走出了一轮4小时级别的上涨西游。我们要注意这里啊，4小时级别上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最终的唐僧阳线出现之后，既完成了一轮4小时级别上涨西游，并且呢，在这个位置遇阻于26,500美金。这个位置呢是4小时级别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构成的一个压力带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比特币已经连续2个交易日在26,500美金上下进行了一轮震荡。但在震荡过程当中，我们昨天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就是凌晨4点啊。为什么说凌晨4点非常关键呢？原因是我们通过画这个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正好看到在今天凌晨4点的这个位置上它是一个焦点的区域。我们认为焦点区域附近呢是一个变盘的区域，焦点位呢特别容易出现变盘，所以呢在今天早上凌晨4点出现了一个上冲回落的结构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已经意识到了26,500美金构成了一个在4小时级别的压力线。那么行情在这个位置上持续震荡之后，最终呢会选择一个方向。那么对于这个方向性的选择呢，我们要辩证的来看。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一轮行情的反弹和上涨完全是由一根绳上的蚂蚱，也就是美股带动起来的。美股出现连续上涨行情，并且冲出新高之后，比特币才有所跟随。如果美股不上涨的话，那比特币一直处在一个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过程当中。但美股在当前的这个位置上，虽然有上涨动能和上涨趋势刚才我们刚提到了美股是有上涨趋势的，很容易继续它的牛市。但上个交易日也就是说上周五，它出现了一定的回调动作。这里的回调呢，非常符合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逻辑我们在之前就提到了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是这样的，就是日线级别上涨西游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它容易走什么呢？容易走出一个时间调整调整到小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一个下跌西游。那么我们把时间级别调到小日线级别，就已经看到了一个悟空阴线和八戒阴线。如果这轮下跌得以持续的话，可能会走出一轮小日线到4小时级别的调整那么美股一旦调整今天晚间美股开盘之后，它一旦调整的话，那跟随美股行情的比特币势必受到影响。同时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在4小时级别的这个位置上，上方的痛点呢是在26,500美金因此这个事儿就好办了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已经看到了比特币出现了一轮4小时级别反弹。那在日线级别的这个维度上，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在6月5日就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下方有八戒阴线的情况下它通过反弹重新回到了一个悟空阴线的势力范围。那悟空阴线依旧存活的情况下它的大的趋势依旧是一个下跌的趋势因此呢，我们判断如果美股继续调整，调整继续的话那么比特币依然容易出现重新回到八戒阴线势力范围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在凌晨4点变盘之后今天凌晨4点变盘之后对于比特币来说，它是有一个空头的一个预期。那么目标点位首先在哪儿呢？首先看这个在小日线级别上有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小日线级别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和下方的这个压力线这条是压力线这个压力线呢是怎么来的呢？是由5月初的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压力它这是一个前方形成了一个焦点位通过延长线的这个位置上构成了一个压力线。那么这条压力线目前已经变成支撑，因此呢，在小日线级别这个位置上，我们有一个预期，就是调整到26,000美金到25,000
$500这样的一个区间。同时呢，我们看到在小时线级别这里啊，已经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目前呢正在走8阶阴线组，所以呢下方可能会走沙僧阴线组和唐僧阴线组，最终呢完成它的小时线级别对称性的调整。为什么说这里是对称性的调整呢？因为在上涨过程当中，我们已经见证了一轮4小时级别的上涨细优。这个4小时级别上涨细优呢，我们把时间级别切过来啊，切过来之后看到了急速上涨之后，它的很多位置没有回补，因此呢，在小时线级别这个位置上啊，容易出现回踩$25,500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当前行情当中，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啊，已经止步不前，在这个位置上是21年5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支撑线。在这个支撑线附近非常容易形成筹码密集区，所以呢，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一直在这里面缠绕。但是行情这个位置上确实是一个支撑位因此呢，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容易出现一轮反弹行情。那回到以太坊对 USDT 的交易对上来，我们看一个稍微小时间级别的4小时级别的这个位置。4小时级别，我们看到一轮4小时级别下跌细优出现之后，目前出现了一轮对称性的反弹。不要看下跌过程它跌的很多它依然是一个4小时级别的下跌细优，因为我们要通过标志性的阴线去找到它的一个下跌的逻辑。但在上涨过程当中，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悟空阳线、8阶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之后，它就完成了一轮4小时级别的上涨和下跌首先是下跌，再次上涨。那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前方在6月15日凌晨4点，这根阴线已经做了非常完整的第一轮回补动作，上方就存在1750，构成了一个压力位。因此呢，对于多空两方面均共同形成的一个筹码空缺区在这个位置上还是容易非常容易形成一个收敛三角形的进行回补动作。因此呢，如果美股出现继续的小时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调整的话，也会带动以太坊在$1750这个箱体压力线附近开始调整。那么它的调整目标呢，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行情当中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中轴位置$1600就是它调整的一个目标点位。那么还是要重点说一下 BNB 这轮行情 BNB 由于被 SEC 起诉之后，在周线级别上已经观察到了一个悟空阴线。悟空阴线出现之后下方对周线级别它是有8阶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的。那么后面的这两根 K 线一阳一阴，目前只是对悟空阴线的一个干扰性 K 线，它在当前行情当中反弹力度并不强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反弹时间级别在这个时间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小日线级别的上涨细优。但小日线级别上涨细优呢，它已经上穿了50均线、10日均线，在小日线级别上穿了144均线、169均线，看似小日线级别发动了突破性动作，但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50均线、10日均线和144均线、169均线粘合到一起了。那么这个时候它的上涨动能就是非常弱势的，出现了一个横盘动作。因此呢，对于 BNB 来说，它目前仍然是一个大时间周期上的一个空头结构。那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日线级别上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8阶阴线、沙僧阴线和最终的唐僧阴线。然后我们当时就提出了这轮下跌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位置$220，这个位置上容易出现反弹，容易出现小日线级别反弹，最终呢它也出现了一个小日线级别反弹。但是行情走到这儿它的周线级别悟空阴线在大趋上在大趋势上依然起到了一个主导性的空头作用因此呢一定要非常注意建议呢是把$220作为你现货或者多头的一个止损位这个位置一旦跌破的话，将面临$220到$50这样的一个区间的回补动作这个回补动作我们之前行情解读的时候就提到了，这个回补动作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这也是未来2到3年 BNB 做回调动作、做回踩动作它唯一一次的机会。因为有利空，同时呢，当前行情也打到了一个焦点位，焦点位我们认为是一个黑洞稍微偏离一点无所谓这个图没有那么精准我们只是找到了最多的波峰的连线和最多的一个波谷的连线画出了这个收敛三角形。那么跌破之后，对于现货来说并不要慌张，这是机会
机会是在波动中产生的，是在下跌和上涨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如果发生下跌的话，那么下面$220到$50这样的一个区间就是黄金坑的位置。BNB 的黄金坑的位置非常难抓啊！我们看啊，前面行情当中啊，回顾一下它的走势啊，历史走势，一轮急速拉升之后，然后震荡形成一个底部平台，跌破之后进入黄金坑啊，我们当时在这儿买的，这是卖出位置，然后一轮上涨到$40，再一轮回调啊，在接近近交点附近发生突破，然后缓涨之后加速上涨到$700附近，调整了2年有余，2年内没有人能找到$220以下的低点啊。当然了，这个不是绝对啊，这个位置有个毛刺178啊，有个178，但是无所谓啊，这个基本上平台期就是在$220，因此呢，对于 BNB 未来2年的重大机会就在于此啊。如果一旦跌破，将进入黄金坑。那么黄金坑啊，它的目标点位是哪儿呢？我们要追踪溯源，要追溯一下子啊。我们看到啊，前面的结构都是互相形成关联的，那么它的关联性最强的一个点是在18年12月份和20年3月份啊，这两个低点，这两个低点连过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大概在$85附近啊。如果下跌，它不可能一天跌下来，可能就是几个阴线打下来啊，大概是在$85附近啊，构成了如果它下跌的一个支撑位。那么好了，我们就给出了它的目标点位啊。如果出现$220跌破的继续下跌，最终导致的周线级别下跌细游的目标点位，一定是在$100以下啊，$100到$85这样的一个区间啊，这样的一个区间，这个区间就是对于 BNB 来说的一个黄金位啊。在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抓住这几点就能啊，在未来获得巨额的利润啊，分别是位置、趋势和你的仓位啊。当然了，仓位建议啊分仓进场，控制风险啊，同时呢要低倍杠杆啊，把资金的安全性作为最重要的一点。对于山寨币来说，小资金参与啊，目前山寨币流动性非常强，板块轮动非常多啊。但是我们看到啊 ，AC 在前2天涨得还比较好啊，出现了一轮4小时级别上涨细游，完成之后呢，进行了一个对称性的调整，调整之后目前机会重新出现啊，在这个位置上可以考虑啊购买一些。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个币种叫 PROM 啊，这是一个俄罗斯的项目。这2天也有一定的上涨，并且呢形成了一个基本上它要形成一个日线级别上涨细游，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就形成了一个黄金坑啊，平台跌破之后进入黄金坑，到达低点3.61啊，然后一路反弹上来，目前重新回到了一个平台上方啊，那么回到这个趋势当中来，它就是一个多头的一个信号。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底部出现了一点点放量啊，这个成交量呢是因为有资金进来导致的一个量价齐升啊。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就可以进行一点点的布局。当然，山寨币风险对于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大的，波动也比较大啊，并且呢容易出现一日游行情啊，建议进场之后设置止损。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主页右上角购买我的这本 K 线西游战法一书。感谢大家，再见。